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前几年啊，网上一帮公知和外媒天天在那儿带节奏，哀嚎什么中国制造不行啦，外资要全面撤离啦，外资全都要搬去印度和越南啦。好家伙，那个阵势啊，仿佛明天咱们的工厂就得全关门，大家全得去喝西北风似的。结果到了今年，这帮吹捧印越取代中国的西方媒体啊，现在全哑巴了。那不仅是哑巴了啊，就连美国最顶级的财经媒体啊，最近啊都是捏着鼻子，极不情愿地抛出了一个惊天大预言。在全球外资正疯狂逃离印度和越南的当下，真正接管全球高端制造业，成为下一个新世界工厂的，不是南亚三哥，也不是东南亚，而是咱们中国的西北大后方。大家好，我是小懒。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一场全球产业链上的资本大回流，到底是一出多么大快人心的降维打击啊！咱们先来看看印度。三哥这几年啊，在国际上那叫一个长袖善舞呀。莫迪老仙儿天天拍着胸脯啊，跟全世界画大饼，来吧，我们有10几亿廉价劳动力，我们是下一个世界增长引擎。西方资本一开始呢还真信了呀，可是资本家是贪财啊，但他们不傻呀。进去一试水，好家伙，直接被三哥教做人了。咱们来看一组2026年刚出炉的硬核数据啊，在2025到2026财年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规模直接暴增到了270亿美元。那进入今年之后呢，外资撤离的势头啊，根本就挡不住。单就今年3月份这一个月啊，海外投资者就净抛售了价值117亿美元的印度股票，这是创下了印度历史上单月资金流出的最大记录呀！这哪叫撤资呀？这简直就是踩踏式逃生，老外们恨不得连夜扛着火车跑路。那你肯定会好奇啊，外资为啥跑得连鞋都不要了？各位，那假如你是一个大老板，你拿着真金白银去印度建厂，你会经历什么呢？首先，你得度过停电节。制造业的老板最怕就是断电，制造业的利润啊，本来就薄得像刀片啊，那撑死了也就5%左右，靠的就是机器24小时连轴转。结果你跑到印度一看，好家伙啊，那个电网烂的像蜘蛛网一样啊！哎，你这机器啊正轰鸣着，流水线上的高端零件正加工到一半，突然啪叽一下停电了。整个车间瞬间是黑灯瞎火啊，几百万的半成品直接报废成了一堆废铁。老板在办公室里气得直拍桌子，三哥两手一摊，哎，习惯就好，今天隔壁村偷电，变压器炸了。你说这还怎么玩呢？一笔订单的利润啊，因为一次停电全蒸发了。还有其次，你还得防着印度政府的仙人跳。比这个停电更可怕的是印度税务局那帮如狼似虎的官老爷。那当年韩国三星带着大把的钞票去了印度设厂，光是一个土地审批，印度官老爷硬生生让三星跑了整整2年啊！这儿盖个章，那儿签个字儿，推诿扯皮，中途呢还动不动让你停工。那好不容易啊，三星咬着牙把厂子建起来了，也投产了，刚赚了一点辛苦钱，结果到了2025年的3月啊，印度税务部门不讲武德，搞突然袭击，冲进三星办公室查账，张口就开出一张6.01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啊！6个亿美元啊！这一锤子下去啊，直接把三星在印度一整年的利润洗劫得干干净净啊！最近连财大气粗的苹果啊，在印度也是天天提心吊胆啊！这印度的规矩是什么呢？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啊！规矩随时可以改啊！税收甚至能给你追溯过往。今天看你赚钱了，明天就连夜印个文件罚光你。这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哪个重资产的外资受得了啊？这种关门打狗的营商环境，外资不跑留着过年吗？那看来印度啊，咱们再来看看前几年被公知们吹上天的下一个世界工厂越南。表面上看呢，越南这2年外贸搞是风风光光的，出口数据啊挺好看的，可是撕开光鲜的外壳，里面藏着一堆难以回避的隐患。去越南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快进快出的短期热钱和低端组装厂，真正高端的工业巨头呢，那比如韩国的 LG 化学、奥地利的奥特斯这些行业大佬，前脚刚去考察完，后脚纷纷取消投资，拎着公文包就跑了。为啥呢？因为越南的底子啊实在是太薄了，薄的跟一张纸一样。首先啊还是电的问题，大家应该还没忘2023年夏天越南全国大停电闹得多凶吧？那当时呢，逼得鸿海、立讯、精勉这些代工巨头产线全停，工人们只能坐在车间里摇蒲扇，短短几天的损失就超过了14亿美元。
这最后越南政府实在是没辙了，厚着脸皮低声下气的跑去中国广西申请关口购电救急。那到了2025年和2026年，越南这缺电的毛病治好了吗？根本没有，轮流停电成了家常便饭。西方政客天天忽悠企业，你要脱离中国供应链儿。结果企业跑到越南建厂了，发现连生产用的电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向中国买。各位，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吗？那除了缺电，越南的基建更是拉垮到了极点啊！你敢信吗？越南胡志明市的第一条地铁修了整整17年才通车。那全国60%以上的公路到现在还是双向2车道。一到雨季那个路面坑坑洼洼的，像月球表面一样，大卡车开过去跟蹦迪似的。有物流公司专门做过极其精确的测算同样一个集装箱的货物你从越南北部的工厂装车运到他们自己的海防港，这中间花的时间居然比你从中国内陆腹地的重庆装上火车一路拉到上海港还要慢上个3天我的天哪，这多出来的仓储费、物流费还有时间成本，直接把越南那点可怜的低廉人工成本优势被啃食的片甲不留。这更要命的是工人素质越南工人平均从业经验连5年都不到，你让他们干点最基础的纯手工的剪线头、扭螺丝，那还凑合。你要是让他们去操作稍微复杂一点的精密仪器，或者搞点数控机床，那良品率瞬间低到惨不忍睹，做出来的全是次品。资本家拿着算盘噼里啪啦一算，哎呦喂，我图你人工便宜跑过来，结果综合成本一算下来，比在中国老老实实待着还要高出一大截不跑，难道留着在这儿等死吗？当这帮外企大佬从印度和越南逃出来之后猛地一回头，这才惊恐的发现哎呀，原来中国西部才是真正的王炸那以前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根本就看不懂中国西部的能量，在他们那狭隘的脑子里觉得中国西部就是黄土高坡就是大雪山，偏远落后，连饭都吃不饱。但他们完全忘了，或者说根本就不敢相信，那经过这几十年的西部大开发和基建狂魔的不计成本的投入，中国西部早就在暗中完成了超进化，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全球最顶级的工业堡垒。咱们拿数据说话，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5万亿人民币同比暴涨了20.3%。更恐怖的是外资企业在西部的进出口增速居然高达惊人的39.3%。从川渝地区到宁夏、陕西，跨国公司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在地方政府的办公桌上堆成了小山。那凭什么中国西部这么香呢？大家去看看现在的川渝地区那是什么段位全球2/3的平板电脑，每年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全是从这里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在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的趴着上千家上下游配套供应商，他们就像精密的齿轮一样，死死的咬合在一起。只要总商场的老板在办公室里打个电话，下个订单，所有的零件设备几个小时之内就能通过高速路稳稳当当的送到你的流水线上，这就叫中国速度所以你看全球芯片巨头意法半导体直接拍板把碳化硅工厂和人才培训基地落户在川渝。富士康更鸡贼，一边在越南疯狂的裁员削减投入，一边转头就在重庆疯狂追加服务器的高端产线。那前面呢咱们说了印度批个地都要2年。各位知道富士康在重庆追加投资的项目从拿地到拿到施工许可证，当地政府用了多久吗？就1天时间各位，这就是降维打击你在印度是跑断了腿送干了礼，2年办不下来的事儿，在中国西部的政务大厅里喝杯茶的功夫，公章咔咔一盖起火了。这种效率外资看能不眼红流口水吗？还有最绝的一张王牌无敌的绿电和超低物流成本。西部有啥呢？有全天下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庞大绿电网，全球最顶级的特高压技术，把西部的水电风电、光伏电安排的是明明白白你在宁夏、四川开厂，电费便宜的令人发指不说，还极其稳定。你机器就算24小时转冒烟也绝对不用担心限电停电。物流就更绝了以前觉得西部不靠海运不出去，现在呢咱们国家硬生生砸出了一条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四川生产的货物直接装上火车，通过陆海新通道运往欧洲和东南亚。那个速度，那综合成本，甚至比你从越南的港口走海运还要便宜，还要快。新加坡的化工巨头在宁夏狂砸真金白银，德国的工业机器人大佬落地重庆，仅半年营收就突破4000万。资本要的是什么？是稳定，是效率，是极其可靠的确定性。而这些印度给不了，越南给不了，全天下只有中国西部能完美提供。那聊到这儿大家就能看懂这场大国博弈的本质了。前几年西方政客天天叫嚣着要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威逼利诱跨国公司搞中国加一，把产能搬到印度、东南亚去。但政治家可以靠吹牛选票，企业家如果听信政治口号，那是真要破产清算的呀。你看这几年跨国巨头的真实动作，三星表面上配合宣传在印度建了组装厂，背地里呢却在不断的给西安的闪存芯片工厂疯狂增资。富士康表面上在越南喊着要扩产，暗地里却把核心的服务器和高附加值产线死死的砸在重庆和郑州。企业可以在政治表态上奉承西方政客，但真正砸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的身子骨永远向着利润和效率倾斜。印度和越南错的最惨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人口规模当成了人口红利，把政客的口号当成了产业实力。没有几十年的工业沉淀，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铁高速电网，光靠给点税收优惠和廉价劳动力你根本就接不住全球高端制造业的大盘。在制造业的世界里，低端组装可以看人工成本，但是高端制造、精密生产拼的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厚度、基建的强度以及治理的效率。西方想靠印度、越南来替代中国，完全是痴人说梦。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外资撤离印度、越南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